不怕六爷挂得多，就怕六爷挂一颗；不怕六爷飞得慢，就怕六爷带核弹。从短腿到洲际铁拳，60年的魔改史早已使他从常规轰炸机变成了核常兼备的空中战神。从最初的图16仿制品到今日的亚太战略铁拳，他见证了我国空军从国土防空到攻防兼备的伟大转型。大家好，我是微笑，今天继续为你带来中国军工背后的故事。自1969年服役以来，历经多次改进，不断浴火重生，现已成为我国3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核心平台。六爷全长34.8米，高10.36米，翼展达到33米，空重为37吨，最大起飞重量可达95吨，最大航程有8000公里，配合运油20，航程可轻松突破12000公里，成为首款具备洲际威慑能力的国产轰炸机。它装备有2台涡扇18发动机，单台推力为13.2吨，最大飞行速度0.85马赫，油耗相比俄制发动机降低了30%，使用寿命大幅提升。通过30%碳纤维复合材料机翼与钛合金框架，使机体寿命增加15年，并采用一定的隐身材料，使其雷达反射面缩减至圆形的1/5。全玻璃化数字座舱取代了传统内部机械仪表，新型数字阵列雷达能同时追踪256个目标，可指挥攻击型无人机群。轰 6KN 型拥有6个翼下挂点，可挂载常见20巡航导弹，射程可达2500公里，兼具核常打击能力。从东海起飞就能覆盖关岛美军基地。鹰击21末端速度高达10马赫，射程有1500公里，能轻松突破现有所有反导系统，被大家称为航母杀手。美军宙斯盾系统想拦住它，成功率几乎为0。它还能挂载空地88、鹰击63等导弹，水雷、鱼雷等各种型号的武器也都能带。此外，轰 6N 的机腹下方还能挂载无侦8超高音速侦察无人机，速度可达3倍音速，以及空射版的东风21丁弹道导弹。如果加装了电子战吊舱，它甚至能模拟生成8个虚拟轰炸机的信号。在2023年的台海演习期间，2架轰 6K 就成功骗过了对方的雷达系统，让雷达误判为一个12架飞机的编队。到了2024年的南海演习中，轰 6K 模拟锁定美军罗斯福号航母，逼其紧急转向。同年7月25日，2架轰 6N 从我国本土起飞，与2架俄罗斯图95轰炸机穿越北太平洋海域，首次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进行了一次空中联合演习。北美防空司令部称，中俄轰炸机的活动不被视为威胁，毕竟美国有3不打原则，有核的不打，没有石油的不打，打不过的不打。2025年4月，在海峡雷霆2025甲演习中，轰 6K 编队挂载实弹，对海岛东部军事目标实施多波次模拟打击。其携带的鹰击21导弹令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连夜撤离南海。在高超音速武器面前，航母已不具备任何威慑力。现代化的轰6系列早已融入联合作战体系，通过高速数据链与预警机、战斗机、地面指挥中心和卫星实时共享情报，在防区外即可发射导弹，使其成为信息网络中关键的打击节点。目前世界上拥有轰炸机的国家只有上3场，而轰6系列战机的列装总数已超过200架，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单机型轰炸机群。规模效应所形成的饱和打击概念，足以穿透现代化的防空系统。200架轰 6KJN 的集体出动，理论上可投射800至1200枚远程巡航导弹，这已经超过了 99.999999% 国家的防空拦截能力上限。它与东风、巨浪系列导弹紧密结合，迫使潜在对手构建成本高昂的多层反导防御网。轰6是我国军工以时间换空间战略的成功实践，即使在轰20即将服役的今天，它仍是我国空军战略打击的主力机型。其成熟的平台、庞大的数量和灵活的任务适配性，确保了战略威慑的连续性。尽管平台设计源自上世纪，但六爷依然用60年的魔改证明，没有落后的平台，只有未被挖掘的潜能。因为真正的战神永远在进化的路上。歼6是60年代沈飞根据苏联米格19仿制的一款单座双发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，它不仅是我国第一款超音速战斗机，更在长达数十年的服役期内立下了赫赫战功。20世纪50年代，在西方技术封锁的背景下，新中国通过引进苏联技术，于1958年初开始研制，1960年投入批量生产。
从1964年交付使用到1986年停产，歼6衍生出了多种型号，共生产了超过5200架，是我国航空工业生产装备数量最多的机型，并创下歼击机批量生产时间最长21年和服役时间最长43年的纪录。甚至强弩攻击机也是在歼6基础上重新设计的。从1964年到1968年，歼6总共击落和击伤了各型敌机20多架，自己却一架都没有被击落，创造了全胜不败的辉煌纪录。1964年12月18日，海军航空兵的王洪喜驾驶着歼6战机，凭借着精准无比的航炮火力，一举击落了国民党的子午线侦察机，开启了歼6的辉煌战绩簿。此后4年间，这款战机在国土防空战中共击落20多架敌机，涵盖美制 RF-101、AA-3B、A3D、AA6D 侦察机，以及性能更先进的 F-104、F-4B、F-4C 等型战机。其中高长级架机击落了国军 RF-101，创下超音速击落的纪录。徐开通在平流层打掉了美军 BQM-147 级无人机，拓展了空战高度极限。高翔以近距拼刺刀方式击落了美军 F-104C， 创造了世界空战史最近交火距离纪录。王贵书机组在南海击落 F-4C， 打破了美军2代机不可战胜的神话。此后，歼6万岁的呼声成为那个年代军民的共同记忆。因其低廉的造价与可靠的性能，更让它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性价比之王，曾出口到巴基斯坦、埃及、阿尔巴尼亚等多个国家。其中，在第3次印巴战争中，创造了45秒内击落2架印军苏7的战绩。巴基斯坦直到2002载才将其退役，服役时间长达56年。在越南战争的战场上，歼6战机参与了8次空战，总共击落了7架美军战机，这迫使美国专门派人前往巴基斯坦试飞一探究竟。歼6的设计体现了它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技术特点，它既有非常突出的优势，也带着那个时代无法避免的局限。尽管作为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它已经退役了，但它的使命其实并没有完全终结。面对封存维护成本高昂与资源可能被浪费的困境，我国军工开启了无人化改装工程，让这些老兵在2025年长春航展上以全新姿态亮相。改装团队拆除弹射座椅、操纵杆等有人设备，取而代之的是飞控计算机、北斗导航与加密数据链，形成新大脑与神经网络。针对歼6原有的机械液压飞控系统，技术人员专门设计了模拟操控动作的机械控制台，实现电传信号向机械动作的转化。载弹量从原型机的 0.5 吨大幅提升至 3.6 吨，机翼设有6个挂点，可搭载250公斤级炸弹或霹雳系列空导弹。拆除多余设备后，燃油装载量得到大幅增加，航程延长至1300公里，可覆盖台海全域及冲绳基地等关键区域。它可以保持 1.36 马赫的超音速突防能力，远超常规无人机，让敌方防空系统难以拦截。更关键的是，单架改装成本不足100万美元，约32万至100万。在实战部署中，它们可组成超音速蜂群，以5000余架的庞大基数实施饱和攻击，消耗敌方防空弹药后，为隐身战机开辟通道。更能通过电子信号模拟，伪装成大规模机群或携带炸药，直扑雷达站、机场等关键目标，充当战场欺诈师与敢死队员。从仿制到量产，从防空利剑到无人先锋，歼6用半个世纪的历程证明，真正的传奇不在于性能巅峰，而在于用有限条件创造无限可能。神恩天命，英格兰、法兰西及爱尔兰诸国之女王，信仰的守护者伊丽莎白，致敬伟大及强大而不可战胜的大明皇帝陛下。我们通过对各方的文献记录，以及那些有幸游历过陛下雄伟帝国的商人的倾诉，从而得知陛下的伟大和对远方客人的仁爱。这是一封通商信件，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的语气恳切，姿态放得很低。这虽然是礼节上的礼貌，但也是对大明国力的尊重。即便当时大明王朝已经走向衰落，在永乐年间，大明作为天朝上国，国力非常雄厚，文明也极为昌盛。为了彰显这一尊贵地位，明朝要求周边国家通过朝贡的方式承认其宗主国的地位。作为回报，明朝则会赐予他们贸易上的特权、军事庇护与丰厚的赏赐，并且朱棣还希望将这套朝贡体系推向更远的地方，所以打造一支史无前例的超级舰队必不可少。
核心是通过海上扩张，提升大明的国际影响力和经济实力。长江等主要河道为木材运往南京提供了便利，支撑起了庞大的造船计划。7座巨型干船坞拔地而起，每座长度超过300米，每个船坞可同时建造3艘船只，造船工匠多达3万人。短短3年间，超过1600艘舰船通过翻新或者新建完成，其中体量最惊人的是配有9根桅杆的巨型浮船，又被称为宝船。硕大的红色丝绸船帆为其提供了强劲的动力。宝船的设计也融合了多项中国独有技术，其中就包括仿制竹子结构打造的水密隔舱，这可以让船体无比坚固，即使部分船舱破损也不易沉没。朱棣任命郑和为舰队的统帅，郑和麾下集结了93名军中要员，103名副将，随行的还有外交使节、户部官员、占星师、医护人员、药理学家与翻译。整支舰队多达27000人，人人都配备了当时最精良的武器装备。舰队由200多艘船只组成，其中运输船负责兵员和物资，战船专为海上作战与清剿海盗设计，补给船满载粮草淡水，足以支撑舰队在海上航行1个月。马船体型庞大，可运载数千匹战马，既能承担陆地运输任务，也能搭载骑兵部队。核心是63艘堪称海上巨无霸的宝船，这些庞然大物长约147米，宽60米，排水量近2万吨。宝船共有4层甲板，最底层装满了压舱石，第2层是船员的生活区和物资仓库，第3层是厨房和操控室，最顶层是作战平台，装备着24门火炮。船上配备的升降式平衡舵兼具辅助龙骨的作用，这项技术直到18世纪末才传入欧洲。郑和率领舰队驶过印度，停靠在今天的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等地。如此遥远的航程，全部都是靠东北季风的助力才得以实现。他的船队一路西行，抵达了今天伊朗的霍尔木兹，甚至远航达到了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。每到一处，郑和都向当地展示天朝上国的威仪。所过之处，各国君主纷纷献上厚礼，俯首称臣。他率领的军队纵横旧世界的海洋，在异国海岸建立起军事据点。大明王朝的势力版图不断扩张，这便是永乐盛世下的海上霸权，也是古代中国最接近殖民帝国的时刻。但郑和的船队并无殖民行为，仅宣德化、柔远人。在明成祖鼎盛时期的1420载，大明拥有3800艘船只，其中包含250艘远洋宝船，舰队规模相当于10个西班牙无敌舰队，是当时世界上公认的第一海军。在朱棣驾崩后，1433载郑和第7次下西洋结束，朝廷命令销毁大型海船图纸，并调离了相关工匠。1435载明英宗继位后，正式停罢宝船建造，并系统性销毁或封存剩余图纸。1477载兵部档案库失火，包括郑和出使水城的航海档案被焚毁或者藏匿。从大明建国以来，一直到明末，郑成功收复台湾，在历次重大海战中未尝败绩。即使中后期舰船装备逐渐落后西方，但仍能维持海上主权。在2002载，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，有人提议复刻一艘宝船，但专家认为仅凭残余的史料和文献复刻宝船，在结构上根本不具备可行性。目前世界上有明确记载，体积最大的木质帆船比郑和宝船的建造时间晚了约450年，但它的体量仍远不及传说中的宝船。美国1909载建造的怀俄明号虽然采用的是钢制龙骨，但其140米长的船身导致其结构极不稳定，最终在海上沉没，全体船员无一人生还。1957载，在南京龙江宝船厂遗址附近出土了一根巨型舵杆，长度达到了11米，由铁粒木制成。据考证，它是用于支撑巨型舵杆的关键部件。部分学者推算，这艘船的长度可能达到了160米到180米。实在无法想象，先人们仅凭当时的技术条件，竟能缔造出这般海上巨无霸。我们回望那段海上霸权的辉煌岁月，历史从来不是为了贪恋那片海上霸权的余晖，而是要接住这份落在民族骨血里面的传承。我们这个民族曾经拥有无与伦比的工程组织能力，无畏的探索精神与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。宝船龙骨所承载的不仅是货物与使节，更是一个民族在鼎盛时期所能企及的最高视野与自信。说到这里，他们的故事说完了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？这一路走来，
反正我自己看完这些，心里是有些沉的，不是沉重，是那种压舱石一样的踏实感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中国为什么这么拼命地发展军工？为什么几十年如一日，勒紧裤腰带也要把轰六一改再改，把歼六的后人一代一代往前推，把宝船当年留下的那份海洋魂一点一点重新找回来？不是为了打谁，是为了让打你的人掂量清楚代价。这两件事看起来像本质上差得很远，一个是扩张，一个是守护。你回头看看历史就明白了。鸦片战争那年，大清不是没有军队，是那支军队没有能力让对方打消念头。甲午年间，北洋水师的铁甲舰停在港口，煤都是掺了沙子的劣质货，炮弹里装的是沙土，不是火药，不是没有武器，是那套体系从根子上就烂掉了，没有能力真正保护自己的人民。后来的100年，你知道发生了什么？那段历史不用我多说，那些年中国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，你家的老人也许还记得，所以你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在百废待兴的时候就开始死磕军工，为什么那个年代的科学家放弃海外的优厚待遇，坐着轮船回来扎进戈壁滩，一待就是几十年，连名字都不能告诉家人，因为他们见过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人民的国家是什么样子的，那种样子不能再有了。你想想看，轰六挂着导弹在西太平洋巡航，那不是一个炫耀的姿态，那是一道门，一道让那些想要伸手进来的人不得不停下来重新考虑的门。门里面是什么？是一家一家普普通通的中国人，是早上出门买豆浆的大爷，是送孩子上学的妈妈，是下班挤地铁的年轻人，是在老家种地盼着过年儿女回来的老人，就是这些人。军工拼命往前跑，跑的全程保护的就是这些人的平凡日子。我们有时候容易忘记这件事，因为太平日子过久了，就觉得太平是理所当然的，但它不是太平，是有人替你守着的。歼六那一代的飞行员驾着仿制的战机，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，把敌人的侦察机一架一架打下来，全身而退。那时候中国还很穷，飞行员的家属住在简陋的营房里，孩子在土操场上跑步，但那些年轻人坐进驾驶舱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犹豫过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守什么。郑和那支舰队27000人，63艘宝船，走遍了旧世界的海岸线，那不是为了抢，那是为了让那片海记住中国的旗帜，让沿途的国家知道这个文明有能力到达你这里，但我们不是来欺负你的。这份底气和今天轰六在大洋上空画出的那道弧线本质上是同一件事，强不是为了欺负人，是为了不被欺负。说到这里，我想对屏幕前的你说一句话，不管你现在在哪里，在哪个国家，哪个城市，哪个时区，我们有幸生在中国是幸福的。这句话我说的不是盲目的自豪，不是喊口号，是真心的。你想想，这个世界上多少地方的人活在战火里，活在随时可能失去一切的恐惧里。今天早上，有些地方的母亲不知道孩子放学能不能平安回家，有些地方的老人一辈子没有过过一天安稳日子，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，是因为他们身后没有那道门，而我们有。这道门是用几代人的心血焊上去的，是用歼六飞行员的胆气顶上去的，是用那些在戈壁滩里默默无名的科学家们的青春堆上去的，是用轰六一次次改进，一次次突破射程的毅力撑上去的。所以当你在海外和家人坐在餐桌前，说着中文，吃着你妈妈会做的那道菜，看着孩子平平安安的长大，那种平静的幸福背后是有人在守着的。这不是一句宣传语，这是真实发生着的事。一个国家的军工有多拼，人民的日子就有多安稳。这个逻辑简单，但是真。六爷还在飞，宝船的魂还在海上，歼六的传人还在进化，而你我就安安稳稳的在门里面过着那些普通的、平凡的、值得珍惜的日子，这就够了。我是微笑。如果今天的内容让你有一点点感触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现在在哪座城市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